时间框架的战争。美国应对台海问题现在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在某些方面，美军似乎已经无路可走。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美国某网站报道，一位军事专家最近发表文章称，为了与中国在台海问题上进行抗衡，华盛顿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时间框架。如果未来2年台海战争迫在眉睫，那么美国应该强调准备应对眼下的战争，而不是军队现代化和未来的投资。如果战争最有可能发生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那么新的作战概念、适应现代战争的技术，以及推迟服役一些旧平台，就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那么，如果战争最有可能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或者30年代以后，那么应该优先考虑长期的国防投资了，例如对部队的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变，积极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创造新的作战理念和作战模式。短期内，美国需要对改装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呢持续投资。台湾地区当局需要对先进的弹药，包括反舰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呢进行大规模的采购，以便呢在未来进一步提升解放军攻台的成本。本世纪20年代末期，如果台海发生战事，这属于中间的一个节点。面对这样的一个节点呢，美国将不得不放缓目前的部队结构改革和作战概念的改变，从而呢也可能会推迟它长期投资的时间表。当然，第三个可能的时间框架是，战争的最大风险发生在2030年代以后，因为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增长，时间越往后对中国越有利。那么，美国军方就要拿出时间，提前计划，更多的投资于新兴的技术，并尝试新的作战概念，以大幅度的改变美军的态势以及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规模和形态。这些投资可能涉及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的能力、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和部队结构的改变。但是，这种长期的规划可能无法提供紧急的资源来应对当前的挑战。这种方法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按照3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它预测的台海爆发战争，美国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发展它的武器装备。如果战争很快爆发，它就不能把装备发展的周期拉得很长，只能利用眼前的装备来应对这样的风险。那么，如果台海发生武装冲突的时间节点推迟到2025年以后，或者是2030年以后，那么它就有可能利用这个时间段来开发新一代的武器系统。但是不管哪种方式，他认为都有风险，特别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其实，美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掌握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包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统一，在什么时间节点摊牌。美国专家虽然最后罗列了一大堆按优先级别安排的解决方案，但是最终无法解决3大矛盾。第一呢，美国要想着眼于当前的备战，就势必会影响其长远的发展。如果着眼长远发展，就没有能力应对当前的挑战。第二，美国从发展角度难以获得对华军事优势，因为新的作战样式、新的作战模式，美军现有经验也不太管用了。第三，美军干涉台海的战略短板可以说是无法克服的，那就是它的一些军事基地都在我们导弹射程之内，而它的后勤补给呢，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麻烦，因为西太平洋地区距离美国本土有万里之遥，还要想把大量的战备物资、兵力、装备运送到万里之外，耗费的时间很长，耗费的资源很多，最终等他的兵力集中到台海地区，黄花菜都凉了。何况这些集中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平台，是否会因为干涉台海事务而遭到沉重打击呢？这又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后果。由此可见，美军已经到了想干涉台海就无法选择
发展战略的地步了。那么，如果美国想保持其全球霸权，最好的选择就是眼看着中国统一，否则将有可能面临一场噩梦。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